我这件作品叫做三不厌高。我呢创作很多都是反映我对现实台湾社会的一些个人的看法。高呢，主要我是有感于台湾社会这几年越来越充满这个矛盾分化，然后没有办法团结。那这又令我想起古代短歌行最后几句话：山不厌高，海不厌深，周公吐哺，天下归心。当然，我希望我所在的这个台湾社会是一个包容、多元、融合的一个社会。我很欣赏一位日治时代在台湾教这个东洋画的画家香原古桐。前不久，他的屏风作品在北美馆展出，我受很大的感动，就想要试着做类似屏风结构的山水作品。那差不多在同一段时间呢，我有机会去刘国松老师的画室，看到老师正在做新的几张西藏雪山的作品，就想把两个不同的对我有很深启发的艺术家作品结合，然后以我自己的方式来重新表现。就是我的作品主要是受中国古代碑刻启发，我会在一块板上面去模仿石碑刻的文字，形成类似古代石刻的那个阴刻的效果。做完了这一块我称之为底板的工具之后，我再会在上面铺上画纸，进行我的一个拓印的一个程序。那我看这些古代的这种石碑的话，我是看到整块碑它有一种比较宏伟的一种结构感，加上它那个方格比较有规律性、规范性的一个结构，跟我本身的属于理性思维的这种创作态度是贴合的。那除了阴经的经文，我还会用一些古代的诗词，因为中国有所谓的诗中有画，画中有诗，可以是另外一种方式去呈现诗画合一的一种艺术手法。我跟刘国松老师在香港中文大学学习过，刘老师是提着笔的命，那老师就鼓励我们开发不同的新的这个工具材料，我也是偶然之下用到软木，把它做类似像印章一样的工具来进行拓印。那这个软木的话，因为它上面有很多的肌理，所以呢，如果拿它来沾墨的话，拓印的时候可以印出比较有趣味性的一些纹样。我的作品当然是希望追求水墨革新、创新的方向嘛，所以我会用谐音取代改革的革字。不过那个方格本身，我觉得它在中国这个文化里面呢，比如说我们儒家讲的格物致知，格本身它就有一种理性思维，然后研究探索的意义在里面。那跟我的创作比较偏向理性思维，比较是有系统性的这种创作方式，我觉得蛮和可以互相印证的。做这个拓印技法已经有30多年，我其实有很多新的创作想法了，就想借这件作品作为我30多年拓印技法的总结。我就想这件作品因为它的主题有很崇高的雪山的形象，可以说是代表我希望在艺术创作上能够更上层楼，然后往更高的这个艺术境界去探索追求，做这样子的一个寄语吧。